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今天这个影片呢，我们要来看2颗兰花那这2颗兰花都是在今年不同时期购买的，都是在我这边当地的超级市场 Trader Joe's 买到的2颗兰花。那我们等一下影片呢，就是会欣赏它们的开花的照片之外呢，也会跟大家 update 一下它们现在看起来的状况是如何，以及它们背后的故事，细说从头为什么我当初会买这2颗兰花。这颗兰花的价格，当时我记得好像是8.99块，加了一点税就是9块出头美金而已大概折合成台币大概也就是300块钱以下，相当的便宜，应该说不贵因为有些人觉得300块可能还是太贵。好，那这颗兰花呢，它本身其实是没有什么名字的它只是有一个牌子，可是那个牌子没有很明显的写出这个兰花它的名字是什么。但我喜欢这颗兰花的原因是因为它的颜色，还有从它花的这个颜色，还有它下面最2片花瓣的这个特色来看你看它下面2片花瓣其实有一半的颜色有红，比较红，然后另外一半是比较黄，中间还有一条线。这个东西是比较接近一些原生种的兰花，比如说像贝丽娜或是 Violacea 这一种，它们下面的花瓣的分布也都会比较明显有这样子，就是一半颜色是红色，另外一半是黄，就是其他颜色。所以我当时买这个花的原因用意就是在猜它是不是蛮接近原生种它的亲本应该有比较接近原生种的可能性。再来就是不知道它会不会香，所以我就买来看看，因为也不贵，再加上颜色也挺讨喜的，所以呢当时就买回来看看。那你看到越后面开的花它的颜色会稍微分布会有一点不太一样。怎么说呢？你从这边可以看到最左边的这一朵大朵的花是比较老的花它的颜色呢就比较稍微红一点然后有一点点的黄。但是再到最右边的花，就是比较靠近荧幕的这个花，你看它的红就比较少了然后呢它的这个花瓣的部分开始出现比较多的这些小点这些喷点。然后这颗花到最后带回家的时候呢，它总共就是最后面的2个花苞掉蕾了这是因为环境的变动或者是温度上的不适应，这种对兰花新买回家的兰花来说都不算是太少见的情况。当时买回家的时候呢，它还有另外一个分支的花梗是还有小花苞正在形成但是呢其实当兰花正在生长，积极生长，正在开花的时候，其实它们的那个花苞通常都长得蛮快的已经正在开花的，它们通常我的经验是一个礼拜2个礼拜最多它应该就都会开。好，你这边看到它现在这个次花就是另外一个花梗开出来的花它的这颜色就跟刚刚我们看到比较老开出来的颜色差别蛮大的。这边的红几乎就变得很少，然后有点粉粉的，但是它外面的这个喷点这个斑纹就相当的多。那底部的这2片花瓣呢，它的这个中间也是有一条线所以这东西怎么说，有时候我听前辈讲说，有时候兰花它的基因不是很稳定可能就是用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个人的猜想是这样子，就是说它的花的这个颜色跟分布会随着花的年龄，然后跟当时的气候温度湿度、阳光等等不同的条件，它会出现不同的一个表现
可能是这样子，但我也不确定。但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说，因为的确我家里面跟就是兰园他们的环境不一样，所以在这棵兰花生长的过程中，一旦到了我家它的这个环境上的变化，也许对这些花呢，它的颜色或者是它的这个斑点啊，会有一些影响吧。但是好玩的就是这棵兰花，它前面几朵比较老的花啊，是在兰园或者是就是原先种植的地方长好的，然后一直到后面的这些花苞啊，感觉就是它红色的那个颜色就一直退掉。像现在这一朵花你看到的，它几乎已经没有什么粉粉的感觉在它那个花的背景后面所以蛮好玩的，就是越花开到越后面，它的 size 会稍微越来越小，然后红色也渐渐的淡掉。我那时候还曾经想到说，是不是因为它养分不够？但其实呢，因为正在开花，像这一株，我是完全在它开花的过程中，我是没有给它添加肥料的。有时候有些朋友他们会，那我有时候也是对比较便宜的兰花，我还是会斟酌给一点点肥料，开花的时候但这东西你要自己去试才会知道，因为有些理论上是讲说，在开花的时候呢，给它一点点肥料是能够帮助兰花的花期延长，但有些人说你肥料给的不适当，其实会缩短它的花期，所以这个大家都有大家的理论。那我个人的经验是，我不觉得它有明显的能够延长，肥料没有办法明显延长花期，但是呢，也没有说缩短花期，所以也许是因为我给的肥料是1/4浓度，然后也不是常常给，所以对兰花本身正在开花兰花的这个影响没有非常的大。我回去看了一下这个照片的日期啊，他们是在4月中旬的时候购买的，然后现在8月底了，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现在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这棵兰花原本呢是种在树皮跟水草混合的介质里面，然后当它开完花了的时候呢，我就把它换成了这个有介质的半水耕那里面的这个介质其实就是一个混合的 mantle clay 还有 hydrocorn 这样的一种发泡炼石类的介质。那它现在中间正在长一片新的叶子。那花梗的部分呢，因为它还持续是绿色的，完全都没有变黄的迹象，还非常的硬，所以我就决定要保留花梗来就是看它是不是有办法将花梗里面的养分重新再吸收回去。那现在这边这个影片啊，其实我个人是觉得没什么好看的，因为呢在就是放到这个有介质半水耕里面去，虽然说它现在啊叶子都还是很硬挺，然后也正在长一片新的叶子，但是它的根系啊其实没有长得很快，所以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到，就是从杯外没有办法看到新的根系是不是已经长了但是呢目前来说它的生长状况我觉得看起来是 OK 的，原因是因为叶子上面没有什么明显的这种枯黄啊凋落的现象，然后中间又再长一片新的叶子，我相信这棵兰花应该是在适应或是已经适应这样的一个换盆的动作，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是继续的观察，看看这棵兰花它是不是能够在明年的时候，明年的春天再给我们来花。那在这棵兰花的养护上面呢，因为它是有介质的半水耕，那我一般来说呢，这种有介质的半水耕，我会等到杯内里面下面这个蓄水的部分几乎是完全干了然后杯子里面在天气热的时候也不会有水汽的凝结，这表示说这杯子里面的水分已经相当的低，这个时候我才会重新再给它浇水。那一般来说这样子的一个周期呢，在我家里面大概是2个星期左右那外面一般我会放这个蓝色的外杯来阻隔阳光，避免这个青苔的产生。那在于肥料施肥方面呢，也就是用1/4浓度加上逆渗透的软水来给这棵兰花提供养分。这个大概就是我对这棵兰花目前的养护现在虽然开完花了，但是叶子还是挺好看的，而且正在长新的叶子，所以我们拭目以待它将来的一个发展。
接下来的这颗兰花呢，也是在我这边 Trader Joe's 的超级市场里面买的。当时啊，其实没有很想要买这颗兰花，因为其实它的颜色还有它花的这个整个颜色分布的呈现，我个人没有很喜欢。但是呢，在斟酌了一下之后，我还是决定买了，因为毕竟呢，它只有9块钱，而且你看这边是2颗兰花。好，所以呢，当这种情况买1送1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呢，就9块钱美金也不算太贵，我就买下去了。那主要是这样子，在选购兰花的时候呢，要么你就是选花多的，要么就是选叶子越多、根系越好的。那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同样的价格里面如果有2颗花的话，两个兰花的话，那也是可以购买的。但它这个其实不是2个就是分开的株哦，它其实是一个母株加上一个子株就是一个子株。那英文 Keiki。英文叫做 Keiki 就是它这个兰花的小苗但是呢也已经成熟了。这边你能够看到啊，它的紫珠自己上面有一个花梗。那它们开完花之后呢，这3个花梗啊都就是枯黄的现象。所以呢，这个时候啊，其实就可以把花梗剪掉。我个人是这样子的就是如果花梗还是呈现绿色的话呢，我就不剪它。但是它一旦开始枯黄之后呢，我就会等到它干掉，我就剪掉。那你看我现在这边剪掉2个花梗，只剩下1个。我喜欢留一个长长的、稍微长一点的花梗，原因是因为这样子啊，我再把它取出来的时候，我直接拉那个花梗就好了，我不用就是怕说会不小心伤到叶子。所以呢，这个是我自己一个人养兰的一个小技巧啦你们也可以试试看，我个人觉得蛮方便的，因为我通常是把它放到比较大的这种透明的塑胶杯里面去。那它的介质现在呢还是树皮还有一点点的这个水草那我发现用这样子的一个大杯子放到里面去，然后每次浇花浇完，让它不会在滴的时候呢再放回去这个杯子里面，大概这样子7到10天是对这兰花它的这样干湿周期是蛮好的一个方法。那它现在这个兰花就是在我架子的最上层。那现在呢，这个影片也就是给你看到说这个兰花目前生长状况。那因为我给它的这杯子啊是透明的杯子，所以它底部部分有常常接触到阳光，所以其实看不太清楚里面根系的状况不过是不错的，但是就是都比较绿色，比较深绿色，所以在影片里面抱歉就是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那现在呢，母株跟子株刚刚我应该在照片出来的时候给你们提示一下，就他们目前都正在长新叶子所以各在长一片新的叶子，而且呢长得相当的好。所以我觉得这颗兰花在于说开完花之后的养护，我个人觉得呢它算是还蛮开心的，看起来挺 happy 的，所以我会继续用这样的方式养这颗兰花，直到明年的春天，我才会观察它的根系是不是 OK， 介质是不是 OK， 才决定要不要对它在明年的春天进行换盆的动作。这颗兰花的浇水周期大概就是每1个星期我会给它一些水，那也就是用泡的。然后呢，肥料大部分就是每隔周1/4浓度。目前来说，这颗兰花感觉上对这样的养护还挺习惯、挺喜欢的。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